Schedu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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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dule One 这款不到$20的游戏正在玩家的社区掀起一股风暴。一个只有1个人的开发团队开发出来的作品，在短短的2周时间内，吸引了超过45万的同时在线玩家，长期稳定在30万日活用户的水平。10万篇的评论数量是印第安纳琼斯的10倍。而且好评率高达97%，是真真正的好评如潮。它现阶段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超越了《怪物猎人荒野》等3A 大作的表现。这款由澳大利亚独立开发者 Taylor 一个人主导开发的模拟经营游戏，讲述了一个绝命毒师一般的创业故事。玩家从零开始，通过精心规划和资源管理，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而这个游戏的爆火反映出行业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一些独立开发者制作的小成本游戏，往往在没有任何营销预算的情况下突然爆红，并创造惊人的销售记录。这种现象不仅让传统3A 游戏厂商感到困惑，更引发了人们对游戏产业现状的深刻思考。大家好，欢迎来到第9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Nice。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分为2个相辅相成的循环系统，那就是生产制造和人际网络。在生产环节，玩家需要从最基础的原料种植开始，通过浇水、施肥、环境控制等一系列精细操作，培育出优质的原材料。随着游戏进程的推进，玩家还能解锁各种添加剂和改良配方，通过不同的组合创造出具有特殊效果的产品。这些产品不仅价值更高，还能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特定需求。它的这个模式就有点类似于生存类游戏里面的那种生产活动，但是由于它这个游戏的故事背景的独特性，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而在人际网络方面，游戏设计了一套复杂的社交系统，玩家需要根据不同 NPC 的喜好建立关系网，赢得信任，发展下线，最终构建成完整的销售渠道。这种将资源管理与社交策略相结合的设计，让游戏具备了惊人的深度和可玩性。玩家可以选择亲力亲为，精细把控每一个生产环节，也可以选择雇佣员工，建立自动化的生产线，甚至可以专注于社交拓展，自己当老板，让自己的员工代为处理生产事务。这种自由度让每个玩家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游戏方式。Oh my god! Wow! Schedule One 的成功并非偶然，它精准地捕捉到了现代玩家最渴望的游戏体验，那就是最真实的参与感和成就感。游戏中的每一个操作都需要玩家亲手完成，从原料的研磨混合到产品的包装销售，玩家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投入直接转化为游戏内的成长。游戏的美术风格采用了夸张的卡通设计，各种造型怪异的 NPC 和荒诞不经的产品配方为游戏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玩家可能会看到客户在使用特殊产品后浑身放电、脚下生云，甚至变成外星人模样的滑稽场景。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幽默感，恰恰成为了游戏的一大特色。开发者 Taylor 表示，他故意采用这种夸张的表现手法，就是为了让这个原本可能显得沉重的主题变得轻松有趣。而更令人惊叹的是， Schedule One 还加入了多人合作模式。虽然说这并不是游戏的核心卖点，但这个看似简单的设计却极大地延长了游戏的生命周期，还真颇有几分老白和小粉合作的感觉。这种分工合作可以让有的人负责生产，有的人负责销售，这种社交属性让游戏体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也促使更多的玩家邀请朋友一起加入，形成了良性的传播效应。牛逼！牛逼 Schedule One 的现象级成功并非个例，近年来我们见证了太多独立游戏的奇迹，像是《星露谷物语》、《吸血鬼幸存者》、《英灵神殿》等等等等。这些游戏大多数由极小的团队甚至单人开发，没有庞大的营销预算，却凭借过硬的游戏品质和独特的创意赢得了玩家的心。他们
们共同展现了一个趋势，那就是玩家越来越青睐那些充满个性、玩法扎实的游戏作品，而对那些过度包装却内容空洞的3A 大作逐渐失去耐心。这种趋势的背后反映的是游戏产业的结构性变化，传统3A 游戏开发成本越来越高，风险越来越大，导致厂商越来越倾向于保守策略，他们过度的依赖已有的成功 IP， 不断的推出续作和重制版，过分追求画面表现而忽视玩法创新，为了降低风险而采用公式化的设计，导致游戏同质化极为严重。更糟糕的是，许多3A 游戏还充斥着各种内购和微交易，让玩家感觉自己更像是被收割的对象，而非被尊重的消费者。相比之下，独立游戏开发者没有这些包袱，他们可以大胆地尝试所有新颖的创意，专注于游戏性，而非只是商业回报，制作真正让自己和玩家都感到快乐的作品。而 Schedule On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没有华丽的过场动画，没有好莱坞级别的配乐，但它有一个精心设计的游戏系统，它能让玩家一玩就是几十个小时而不觉得厌倦。然而独立游戏的崛起也触动了某些既得利益者的神经。Schedule One 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就遭遇了一起所谓的版权侵权的调查。某发行商声称这款游戏与其旗下的犯罪模拟经营系列存在相似之处，可能构成不正当的竞争。这种指控显得尤为讽刺，因为被拿来比较的两款游戏，无论是玩法、美术风格还是整体上的体验，都大相径庭，极为的不同。虽然说这次这家公司的调查可能只是一个蹭热度的行为，但是还是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现有的版权专利制度正在成为创新的阻碍。大厂利用庞大的法律资源，通过宽泛的专利保护来遏制竞争。从游戏机制到美术风格，从 UI 设计到叙事结构，几乎任何相似之处都能成为诉讼的理由。这种环境使开发者不得不时刻提防潜在的法律风险，甚至刻意避免接触同类型的游戏，以免被指控抄袭。就比如说任天堂对宝可梦系列的相关专利的强势保护，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任何包含类似收集、培养、交换元素的游戏都有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即使这些机制早已成为游戏设计的通用语言。另一个例子来自华纳游戏，他们对复仇系统的专利封锁，导致了一个极具潜力的游戏机制就此消失。这些行为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实际上却扼杀了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在这样的环境下， Schedule One 等独立游戏的成功更是显得难能可贵。他们证明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只要有足够的创新和诚意，即使没有大厂的背书，游戏也能获得玩家的认可。这些游戏的成功模式其实很简单，制作好玩的游戏，定价合理，然后玩家自发传播，不需要搞预购特点或限定版这些营销噱头，只需要专注于游戏本身的质量。这种开发模式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游戏产业或许需要重新思考出版发行的必要性。在数字分发平台如此发达的今天，开发者完全有能力自主发布游戏。Steam 等平台已经证明，只要游戏足够优秀，即使没有任何营销预算，也能通过玩家口碑获得成功。Schedule One、英灵神殿这些游戏几乎没有任何传统广告投放，完全依靠玩家社区的自然传播，就达到了惊人的销量。厉害！当然，在另一方面，独立游戏也面临着独特的挑战。资金短缺、开发周期长、工作强度大等问题一直困扰着独立开发者。但令人鼓舞的是，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证明这些问题并非不可克服。众筹平台为开发者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早期访问模式让游戏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就获得资金支持，社交媒体和内容创作者则成了最有效的推广渠道。一个健康的游戏生态系统应该是多元化的，既有投入巨大的3A 大作，也有充满个性的独立作品，各自满足不同玩家的需求。Later. Schedule One 的故事还告诉我们，游戏作为一种创意媒介，最重要的永远是创意本身。那些最受欢迎的游戏往往不是技术最先进的，而是最能打动玩家的。他们可能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可能设计了一个令人上瘾的玩法循环，或者只是简单的让人感受到了开发者的热情。这种纯粹的游戏乐趣，正是很多商业化作品所缺失的。游戏产业的未来应该属于那些敢于创新、尊重玩家的开发者。无论是独立开发者还是大型工作室，只要能够坚持游戏设计的初心，制作真正有趣的作品，就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受众。Schedule One 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数字分发平台的进一步完善和玩家鉴赏能力的提高，我们有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创意奇迹。在这个变革的时代，玩家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每一次购买决定都是对某种开发理念的投票，选择支持那些用心制作的独立游戏，就是支持游戏产业的多元化和创新。正如 Schedule One 所证明的，有的时候最好的游戏就是来自一个开发者的一腔热情和一个简单的想法，那就是他们作为玩家本身制作一个自己也想玩的游戏，而不是本身自己都不玩游戏，还去做游戏给别人玩。那这样的游戏它当然不好玩了，烦死了。游戏产业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传统的出版商、开发商、玩家这三者的线性关系正在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扁平、更加直接的连接方式。这种变化虽然会让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但对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却是必要的。只有当创作者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作品，当创新不再受到不必要的法律威胁，游戏这个媒介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Schedule One 可能只是一款简单的模拟经营游戏，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它是一个信号，预示着游戏产业可能迎来的深刻变革。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前游戏开发与发行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启示，提醒着我们，游戏最本质的吸引力永远来自于创意和乐趣，而并非预算的规模和营销的力度。在这个意义上， Schedule One 不仅是一款成功的游戏，更是游戏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的缩影。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这个创作者与玩家可以直接对话的时代，好的游戏终将找到它的受众，无论它来自哪里，无论它在一开始有多么的不起眼。而这或许正是游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和娱乐方式最迷人的地方。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们也有对 Schedule One 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